勃朗峰环线 Tour du Mont Blanc 简称 TMB 是一条公认的世界级经典徒步线路，环绕勃朗峰一周，全程170公里，跨越法国、意大利和瑞士3国边境。沿途风光壮丽，美景如画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有雄伟多姿的雪山、冰川，耀眼夺目；有绿意盎然的原野、山谷，沁人心脾。群峰环绕的山村小镇，宛如梦中的世外桃源，让人留恋不舍。每一天都有新的风景，每一天都是新的体验。勃朗峰环山线路难度适中，老幼咸宜，通常7到10天可以完成整个路线。在 TMB 官方网站上有详尽的路线介绍和互动地图，可以方便地计划路线、行程以及预订住宿。一路上众多的山屋驿站和村镇旅店，让徒步爱好者可以充分自由地安排行程，体验欧洲历史悠久的高山徒步文化，欣赏阿尔卑斯山脉的无限风光。我们7月25号离开冰岛首都 Reykjavik， 搭乘早上7点多到日内瓦的航班，从日内瓦机场再转长途汽车前往法国夏慕尼。我们预定的 Airbnb 住处在 Les Souches， 距离夏慕尼还有几公里的路程。到达夏慕尼中心车站后，我们没有耽搁，直接买票上了下一班去 Les Souches 的公共汽车。Les Souches 小镇不大，下了巴士，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预定的 Airbnb。 小镇主街道是勃朗峰路，步行10几分钟就可以穿过小镇中心。我们安顿下来后，离天黑还有些时间，就在周围转了转，熟悉环境。我们住的地方楼下有一个小商店，正好可以为第2天的 TMB 徒步准备些零食、饮料。勃朗峰环山徒步第1天7月26号，从 Les Souches 到 La Contamina， 大约20公里，累计爬升下降各约700米。我们用了差不多8个小时，算是比较轻松的一天。早上收拾好行李背包，将大箱子存放在 Airbnb 住处。9点半我们正式出发。 Les Souches 小镇有很多高山滑雪道，夏天也有缆车开放。如果想节约时间和体力，可以直接坐缆车到 Vossa 垭口。从 Les Souches 到垭口一路上坡，山脚下的城镇蜿蜒着渐渐远去，600多米的爬升用了我们快3个小时。Vossa 垭口是今天的最高点，海拔1650米。勃朗峰有轨电车在这里也有一站，如果有时间坐一坐，应该会是很难忘的体验。从这里下去有2条路线到 La Contamina， 一条是 TMB 的外线主道，一条是内线，更加原始，可能难度会大一些。我们第一次过来也没有想太多，跟着路标指引走的是主道。这一路行来，穿村过镇，阳光明媚，蓝天白云，古朴整洁的村庄，宁静而祥和，风格各异的房屋，有鲜花点缀，与周围的山水相融，温馨和谐，让人走在其中心旷神怡。路上各式各样的徒步路标，一个接一个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徒步路线也是纵横交错，稍不留意就可能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。我们今天预定的住宿还是 Airbnb， 在 La Contamina 边上，小镇位于山谷之中，两面高山，旁边有条河，可能因为今天刚刚下过雨，山洪爆发，导致河水泥浆泛滥。La Contamina 感觉比 La Sushi 大一些，街道也比较宽敞。我们到的时候人不少，还相当热闹。TMB 转山第二天，7月27号，从 La Contamina 到 La Chapelle， 全程22公里，徒步10个小时，累计大约爬升1400多米，下降1000米。今天一开始的感觉像是去赶集，一路上男女老幼争先恐后，其中有一对70多岁高龄的老人，步履稳健，不时超过我们，让我们很是佩服不已。今天的路线可以分成4个部分，首先是从 La Contamina 到 La Baume 山屋，这一段是比较宽，可以行车的砂石路面，虽然没有什么难度，但是连续坡路爬升600多米，仍然用了我们3个小时，才到达公路的终点 La Baume 山屋。离开这里向上就是第2段，道路开始收窄，变成山间的羊肠小道。这一段路是今天景色最为壮观的部分，加上天气好，蓝天白云，衬托着绿野群山和雪峰，气势磅礴。穿过这块常年不化的雪原，不久就来到了今天的第一个垭口 Bonhomme 垭口，海拔再次升高600多米，从 Baume 山屋到 Bonhomme 垭口耗时3个小时。在这里遇到一对从中国组团过来 TMB 的徒步爱好者，一个中国留学生为其担任顾问向导，免不了一番老乡见老乡的热情攀谈。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稍事休息，今天更是像一个集市，热闹非凡。垭口的中间有一个小木屋，看不出来是不是真会有人在里面过夜躲风避雨，不过现在皓日当空的时候，还是给了我们一处避阴的所在。休整完毕，离开垭口，我们继续行程，绕着旁边的山峰渐行渐高，先前宽广的山坳平原慢慢从视野消失，跃入眼帘的是那脚下的群山，绵延无际。一路走走停停，又是2个小时过去，经过一条寒彻入骨的山溪，来到 Bonhomme 山屋，也是今天的最高点，海拔2480米。下面不远就是 Bonhomme 山屋，不过这里还不是我们今天的终点，我们预定的 Nova 山屋还要继续往下走到谷底小镇 La Chapelle。 虽说从这里已经可以望到山脚，但是那900多米的落差不见得会比之前上山轻松多少。持续不断的大坡度下行对膝盖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如果再有机会重走 TMB， 我肯定选择在这里住下，然后第2天走支线跳过 La Chapelle， 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和体力。TMB 沿线的山屋驿站都包括早晚2餐，晚餐通常是6点半准时开始，过时不候，所以没敢多耽搁，就匆匆离开了 Bonhomme 山屋。虽然今天我们2个是最后到的，不过还好没有错过晚上的聚餐。我们到的时候，众人纷纷祝贺，立刻让我们有了回到家的温暖感觉。TMB 第3天7月28号，从法国 La Chapelle 到意大利的库马耶，全程33公里，历时10个半小时，其中坐车9公里，徒步24公里，爬升1100米，下降900米。因为今天的行程比较长，所以一大早7点多吃过早餐，马上就出发了。午餐食品是山屋准备好的，有三明治、水果、鸡蛋、甜点、饮料，看起来花样齐全，营养充分。当然这个需要额外付钱。刚出发时天气还可以，蓝天白云，
呼吸着清晨山里新鲜的空气。在路边一群黄牛茫然的目光中，我们开始了又一天的长途跋涉。沿着宽敞的公路慢慢远离小镇，不多时转入路旁的河边小道。随着河床地势缓缓升高，经过了一个上游的水库，终于来到山脚，道路开始蜿蜒着爬升。一路上天气阴晴不定，时而乌云满天，时而阳光普照，我们心里也是忐忑不安，想着是不是过一会儿大风能够吹散乌云，让天空可以恢复晴朗。只是天不随人愿，似乎是刹那间乌云笼罩了整个天幕，一阵闪电之后，大雨伴随着狂风漂泊而至。在这无处藏身的空旷山野，让人不禁有些心惊胆寒。风雨中我们没敢停留，继续不断爬高，渐渐的世界安静下来，狂风暴雨变成了绵绵细雨。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高点塞因垭口。此处海拔2512米，是法国和意大利的交界。过了垭口，就从法国进入了意大利境内。放眼望去，四周山峰林立。这里有块黄铜罗盘，上面刻有各个方向的山峰名称和高度。只不过此时的勃朗峰已是完全淹没在了云雾之中。下山时，突然一阵浓雾席卷过来，一度让我们迷失方向，走到了旁边山腰中的一条无名步道上。十几分钟后，浓雾散去，才发现不对，返回。随后一路向下，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伴随着我们从垭口来到埃勒斯贝塔山屋。因为山屋还需要往上爬一段路，也就放弃了去山屋休息一下的念头。之后穿过了一段残墙断壁，视野豁然开朗，下方是一片平坦的山谷盆地。如果天好的话，可以走山坡小道直接下到谷底，但今天下雨，坡地湿滑，所以只好老老实实地绕着之字大马路缓缓而行。从山屋到下面平地尽头的路口，由上面看起来没有多远，但是仍然耗去了我们将近1个小时。到的时候已经快下午3点了，如果继续选择走 TMB 山路，还需要将近4个小时才能到孔马耶。就算最后一段坐缆车下山，时间还是非常紧张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决定搭公共汽车前往孔马耶。沿着公路停停走走了半个多小时，到车站时3点40，对照站牌上的时刻表，我们还以为刚刚错过了一班车，本来打算踏实再等1个小时坐下一班，结果汽车晚点了几分钟，倒是恰好被我们赶上了。库马耶是一座3面环山的峡谷市镇，整座城市古色古香，别具一格，是运动休闲的旅游度假胜地。下了汽车，正好是这里的商业中心步行街区，便装休闲的游人络绎不绝，摩肩擦踵。像我们这样全副武装、身背行囊的，反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。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是 Locanda 旅馆，在孔马耶的东北角，位于冰川脚下。门口就是公共汽车，对于我们这些徒步的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。